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念佛不如学佛，学佛不如行佛啊。这句话虽然不是佛经的原文啊，但很契合佛法重视解行并重的精神啊。它不是在否定念佛或念经哦，而是提醒我们，佛法最高的价值是在于能够落实在日常生活中了。如果所念的佛号或所学的佛法不能落实在生活中，那这种佛法的价值是零的。那什么叫做念佛呢？念佛就是意念佛陀的慈悲、智慧跟愿力啊。例如念阿弥陀佛啊，或念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那念佛的好处是什么？摄心安神啊，起恭敬心啊，减少妄念，或者跟佛结善缘等等啊。但如果只是嘴巴念佛啊，心中却没有佛啊，只是称名而不细念啊，那这样就是什么？口念弥陀心散乱呐，念破喉咙也枉然呐。只是嘴巴念佛，但脾气还是那么大啊。即使念佛会有一些功德，还是无法改变命运的啊。这个方式叫做念佛。那什么叫做学佛呢？学佛就是学习佛陀的思想跟精神呐。学佛也可以说学习如何生活啊，学习如何把佛法生活化啊。例如学习因缘观呐，学习无常观呐，学习清净观呐，学习慈悲心呐，放下执着啊，学习利益众生啊等等啊。所以学佛比念佛更进一步，层次也更高了。因为学佛不只是念佛的名号而已啊，而是开始了解佛陀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样就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呐。简单讲了，念佛是把佛放在口中啊，学佛是把佛放在心中了。好，现在来解释什么叫做行佛。行佛简单讲就是什么？把佛法化为行动啊。例如呢，对人多一份包容啊，遇到逆境懂得反观自照啊，不会去抱怨别人啊。那愿意为有需要的人付出，而且能口说好话，手做好事，脚走好路，心想好意等等啊。这些把佛法妙用在做人处事跟安身立命之上，这个叫做行佛啦。这个时候佛法已经不是知识而已哦，而是提升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跟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啊。那它显现出来的现象是什么？在生活中看不出明显的佛法啦，那其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佛法啊。这个叫做用佛法来过日子，那叫做行佛。用学生读书来譬喻行佛的道理，大家一听就懂啊。例如一个学生每天读书背书啦，那这个就像在念佛啦。但如果他能够真正理解课本里面的内容的道理，那这个就是在学佛啦，更进一步了嘛。然而如果书念好了，背好了，道理也理解了，还能学以致用，用在日常生活中，那这个就是行佛啦。相反的，有在背书或背经文但却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理论无法化为行动，这样所学非所用，那效果就很有限的嘛。学游泳也是一样的道理啊。看了很多游泳的教学影片那这个静态的做法叫做念佛，再去深入研究怎么样换气怎么样游泳要换气不是吗？怎么样学习手的姿势对，那这就是学佛。好，到最后开始下水练习了，下水去练习这就是行佛了啦。把所有游泳的书都背得很熟，那却站在岸上不敢下水，这样还是不会游泳了。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的，
知道水性不等于会游泳，懂得佛法不等于就能解脱烦恼。真正能让人浮起来的是下水练习啊！真正能改变生命的是什么？实际去做。这个下水练习就是正信佛法所强调的什么？走入人群。那实际去做就是身体力行嘛。简单讲就是什么？诵经万遍不如助人一次的，也就是经世所说的说一丈不如行一寸。佛法最重视的是实践佛陀说法49年呢，不只是教人诵念佛名更是教我们如何以实际行动去离苦得乐，转迷成悟啊。因此，我们可以把以上的道理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念佛是入门，学佛是理解，行佛是成就啊。也就是佛不在口中，而是在心中，更在行动中、人群中，在日常生活中，更在我们的心中了。再来举一个吃饭的例子一直看菜单、看食谱，就好像是念佛了那更进一步去研究营养学，了解食物营养的道理，那这就是学佛，那更进一步了嘛。那把菜煮出来吃下去，这就是行佛只是看食谱去研究每一道菜的营养成分，却没有实际去烹饪或饭菜煮好了却没有吃，就不吃，这样还是空忙一场嘛，无法受益呀。佛法也是如此佛法不是拿来欣赏的，或拿来打发时间的，而是拿来受用跟受益的。同样的道理的，慈济有很多金石堂，不是吗？这些金石堂是传法闻法的地方，是菩萨的训练道场，不是观光景点这就是务实的精神了。其实念佛诵经也是一种助人的方式也是修持戒定慧的法门例如我们为亡者诵经超度，为病人诵经祈福，这些都是在帮助众生的一种方式。但是念佛诵经跟助人并不冲突你一边念佛诵经，一边去协助别人，这个两个可以同时进行的如果只是单纯的念佛或诵经，而没有去实践经文中的教诲，那这样就难以真正利益到众生了嘛。那也无法让自己智慧增长所以最理想的方式是什么？一边诵经修心，一边行经力行，一边法入心，一边法入行也就是解行并重，依经入道，这个才是正知正见的大乘佛法。有一个道理呢，我们要很清楚，就是诵经能不能辟邪呢？这个不是由经文来决定的，而是由诵念者的心来决定的。只是用嘴巴诵经也是消不了业障要依经入道，以解导行，从实践过程中来勤耕福田，来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这样才是造福又起智福慧双修双管齐下这样才管用，才消得了业障那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是业障现前的时候再来诵起部经，或者诸事不顺的时候念念咒语，或身上带着护身符等等。如果用这样的方式要来保平安或求佛菩萨保佑呢，那这个就是迷信了。经是佛菩萨讲的你再念回去给佛菩萨听，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对不对？这样就是颠倒了。同样的道理农历7月的时候，很多人不是会拜好兄弟、拜好兄弟嘛，不是吗？好兄弟就是鬼好兄弟就是鬼那人拜鬼，哪有人拜鬼的道理呢？对不对？这些都不是正信的佛法了，而是迷信所以念佛诵经不是要念给佛听，是要念给自己听，是要深深唤醒我们心中的主人翁其实我真的是要念给佛听，那也可以念给哪一尊佛听念给我们自己的
自信佛听啊。所以诵持哪一部经都好，奉持者的心才是最关键的啦。佛菩萨是要教我们依教奉行啊，把他所讲的道理在生活中把它实践出来，把他讲的经文化为实际行动啊。佛菩萨告诉我们方法，但是用法就要靠我们自己身体力行，这样才是符合佛菩萨的期待啦，也才是佛菩萨最欢喜的事情了。这样才是正信正念的佛法啊！不能只靠念佛诵经啊，或在门口呢贴符纸啊，或就想要辟邪啦、驱魔啦或改运啦，这样做就是违背因果的自然法则，当然也不会奏效啦。啊，生前无恶不作，死了以后再来靠别人做法会超度，希望能够到天堂。那这样就因果错乱，天下大乱啊！因缘果报是人生的自然法则，连诸佛菩萨或高僧大德都不能违背啊，何况我们一介凡夫啊！也因此啊，正言上人呢再三强调啊，不要只是听经闻法，还要行经用法，并且说经者道也，道者路也。念佛诵经是问路，行经用法是走路。路问得再清楚，却不去走，永远也不会到目标啦，对不对？啊，就好像研究地图研究得很清楚，但你不去走，这样永远不会到目标啦，对不对？同理啊，你把健康长寿秘籍的那个书拿来看，并天天读它，并研究每一篇文章的内容，但身体却不去动，阿尼玛是不好，也是枉然啦。相反的，健康长寿的道理实践在自己的生活中，最后真正让身体健康的不是那一本书那本书只是媒介而已啊，而是自己把书中的道理化为实践做出来了，这才是关键因素啊。佛法也是如此啊，佛陀就是大医王嘛，佛法就是灵方妙药啊。念药名不如认识药性啊，认识药性不如真正服药啦，吃进肚子里面才算数，才有效啊！这个道理就跟什么念经不如行经一样嘛，对不对？啊，所以念佛是播种，学佛是发芽啊，行佛才会开花结果嘛。这些道理都是相通的啦。想是问题呀，做才是答案呐。对，那输在犹豫不决啦。赢在行动啊！那这些论调都是在强调什么？知行合一的精神理念呢？那最具代表的人物就是王阳明先生呢。我们过去也讲了好几次王阳明先生啊，因为他的一生呢，想要做什么，几乎没有什么是做不成的啦。那这其中一定有他很特殊的人格特质啊。那这个人格特质跟他的思想是息息相关的嘛。因为每一个人的行动或者行为，就是代表他的想法跟想法的体现啊。那王阳明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成功，都离不开他知行合一的智慧。只要掌握了知行合一的方法，我们也同样能够在复杂的工作中呢，跟学习中呢，做到事凡清闲，忙而不乱也能够在人群中呢，做到有条不紊，游刃有余啊！那菩萨道的法门就是需要这样的理论基础。那王阳明认为万物的道理都是在自己心中，不需要通过探究外在的这么多事物啊，这个跟佛教的思想是一致的哦。佛法也是讲万法唯心造，不是吗？也是讲心外无佛也无魔啊，心外无法也无道啊。所以三藏12部经所讲的追根究底就是一个字啊，叫做心啊。很多古代的学者或者现代的学者啊，都是在外物上探究道理，但是王阳明他是转向从自己内心去追求，向内求，不是向外求。他认为外求是行不通的，也因此王阳明是公认心学的集大成者啊。这个跟我们正信的佛法是有相通之处啊。那这个其实也是圣俗合一的圣人境界啊。
王阳明做到了啦，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很多高僧大德也是这样的境界啊。有一句话说了哈，想多了是问题，想通了是答案。想的太多，如果没有方向，容易造成困扰嘛。唯有实际行动跟亲自体验，才能帮助我们逐步看清的方向，边走边整队，边走边调整，不是吗？跟开车一样嘛。所以人生的答案不只来自想通，更是亲自走过跟亲自体验啊。想多了很可能变成钻牛角尖，反复焦虑、精神内耗等等。但想通了也不一定突然有答案哦，不一定哦。因为想要找到答案，需要有智慧，还要有经验，不但要花时间，还要付出行动啊。一时想通，不代表永远都通。有些人是想通了才行动，有些人是在摸索，所以暂时还不动。有些人是想的太多，反而卡住。所以想通跟想不通的关键在哪里啊？那怎么才能想得通呢？怎么才会想不通呢？如果要一想就通，就是要所想的道理能先一理通，从一开始，从由一生百千万，不是吗？对所以一理通就能够万理彻。真理跟道理太多学不完啦，就像三藏12部经一样啦，你要把每一部经都精通，难度很高了。其实也没有必要这样子做。正言上人甚至说，光是一部《法华经》随便拿其中一个字来开讲就讲不完的啦，何况是整部经那何况是三藏12部经所以学佛的要领是一心一志，一门深入，从一部经的道理去切入就可以了。这个叫做方便有多门看你的方便嘛。但是归元无二路意思就是说法法是相通的，道道也是相通的，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每一部经都要从方便法切入嘛，为的是要适应根基不同的众生，但是最终的目标就同一个目标没有两个，一个所以才说归元无二路嘛。所以研读哪一部经都可以的，看你跟哪一部经有缘那就从这一部经去深入最后也是殊途同归嘛。你从这一部经，我从那一部经，最后也是同归这就是从不同的方便门进来，最后都会看到真实相有句话说，不怕慢，只怕站。所以不要站着不动而原地踏步，也不要想得太多而自我困扰。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句话的重点其实不是强调做而已也不是说做了就会知道答案了。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从做中去印证，做就对了。你从去做，你就可以印证了。因为不去实践，则再多的道理也会停留在想法的层面。有在做的答案会在行动中慢慢的浮现出来那举个例子来解释，大家一定就懂了。好像骑脚踏车不是吗？如果一直在想说，哎呀，怎么样保持平衡重心怎么抓脚要怎么用力这样想太久也是不会骑的。但是如果敢的就把它骑上去，对不对？刚开始骑矮一点，不要骑那么高的会摔下来骑矮一点的，摇摇晃晃甚至会跌了好几次，爬起来再试，慢慢身体就知道怎么做了嘛。这就是骑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啦。那照顾长辈或病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是想说要怎么样才是孝顺，要怎么做才是正确的照顾但是真正去照顾后才发现，有时候不是这些技巧的问题呢，是耐心的问题要有没有耐心有时候不是做的不对，而是心情稳不稳，耐心够不够啦。这也是靠做出来的有时候甚至陪伴就好了啦，不用讲太多了，对不对这些体会呢，也是在我们陪伴的行动中慢慢浮现的。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道理，走入人群之后才会慢慢体会，有些话不能急着说，有时候保持沉默比解释来得更好。因为有些人需要的是给他时间，不是对他说道理。这种体会是长期在人群中与人互动之后才会慢慢有所体会的走
走过路过才会知道方向嘛，事情做过之后才会明白答案嘛。那路要自己走，才会走出自己的方向；事情要自己做，才会体会其中的道理的。人生的道理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还学不了了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念佛不如学佛，学佛不如行佛，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